俺は実力もないのにでかい口を聞くやつが嫌いでな。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宅宅玩具开箱，我是邪哥。今天呢，我继续给大家带来万代的圣衣神话 EX 系列的今天呢是我们的重生版山羊座的修罗。万代给这次的修罗呢加入了一对全新的手型然后还把漫画的肩甲还有头饰呢也一并加入在这里面了可以做到动画或者是漫画的两种形态的展示，还是很不错的看大家喜欢哪一种就可以自己调试自己摆放哪一种，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好，我们来看看这次的盒子是怎么样子好，这次我们山羊座的盒子呢，和其他的黄金圣斗士呢，其实都差不多的正面一样是我们修罗本体，然后侧面呢是它的一个圣剑的一个粗糙的招式的样子背后呢依旧就是一个正常的展示，然后一些面雕展示，然后这个呢就是它的漫画的一些新生的手型的样子，然后这个侧面呢就是我们山羊座黄金圣衣的一个圣衣形态和其他的黄金圣斗士的那些盒子展示呢，基本上差不多。总体来说就是这样吧，我们打开看看好了，我们现在来开箱我买的这款是代理版的其实和日版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买的时候呢，不需要过于纠结。好，我们的山羊座的圣衣箱，我们继续给它拆开。好，可以看到里面呢就3层悉数，这是我们的本体。然后我们的圣衣架还有头罩，两个面罩动画版和漫画版。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披风，一些面雕，然后它的手型。好，我们的说明书和圣衣分解卡，就这些。里面的悉数包装我也打开了我们现在可以简单看一看。我们修罗本体和一些圣衣，然后这就是它漫画版上面的这个肩甲带角的这种，看，这是漫画的圣衣然后我们看看它的素体这次展示怎么样手部排封面好像还行吧，肩部也还 OK， 然后主要是看大腿根儿，哇，大腿根儿有点紧膝盖这方面还好。两个膝盖都还好，这边大腿也还行，挺紧实的这次的素体挺紧实的，应该不会出现软脚的问题，表现还可以我觉得，只是肩部我不知道它能不能抬起来那种因为有点软会不会抬起来掉下去。然后这边呢就是它的前关，然后面雕什么的，配了一个这种斜眼鄙视那种笑脸然后配到4对手型，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新加入的手型就是类似于那种李小龙那种手型哇哒这种感觉披风，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山羊座的圣衣架，然后它的裙甲、胸甲，然后头盔，然后这是头罩，然后这个呢是在拼装圣衣形态的时候，这两个羊头可以用来替换的一个是用来戴头盔，一个是用来戴头罩的。然后这是动画版的肩甲，这就是所有的样子。我们来拼装起来看一下。好，我们山羊座的圣衣形态呢，大致上就拼完了我现在就给大家简单的一个讲一下就好。然后这是它的前提前提就是我们的上臂甲和小臂甲，然后下面呢是右边的肩甲，后面呢就也很简单大腿、小腿，然后膝盖甲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它的手甲是藏在这个里面的，大家可以看到上下2块手甲，然后它的裙甲、腹甲、胸甲，然后在上面这一块呢，它有个连接件，给它装在这儿之后呢，
就可以把左边的这块肩甲给它装上去了。好，这套左边肩甲就搞定。那我们就给它拼装起来。哎呀，我们调整一下，因为它的蹄子啊，我们调整。然后最后呢，就是它的这个头盔，这个对着这个小洞插进去，就完成啦。好，我们山羊座黄金圣衣的圣衣形态呢，就组装完成了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修罗的圣衣呢，还是比较还原原作的哈。山羊的表情也很出色，可是它就是怎么说呢？只能背面不能见人哈。你看背面的刻画这些，相对来说就比较少，花纹这些纹路其实就比较少，不像正面哈，就感觉不一样。它一般可能就只能侧放着，给大家展示一下啊。然后这个羊头这个角呢，也算是比较还原刻画的啊，个人觉得不错。然后呢，这边是我们漫画版的圣衣的一个形态哈，大家可以看到，我把这个头角换掉了，它就是整个拆掉，然后把头饰换在刚刚的一个连接件上，再把这个脸放上去啊。然后肩甲呢就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它的纹路不一样了。大家可以看到啊。少了个角，然后纹路呢好像少了一点层次哈。这个呢就是我们漫画版的圣衣形态，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款啊？我是比较喜欢动画版吧，动画版这个角啊，感觉更长更生动一点啊，这我比较喜欢这种啊，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怎么样？我们现在看看人形的展示会有什么不一样吧。好了，我要把它的圣衣呢从圣衣形态上扒下来了。现在来拼一下人形，然后它这个呢要先拼膝盖啊，不然你把小腿装上去之后就挡住了，膝盖甲就没办法装上去了啊。所以我先把膝盖装好，然后再装小腿甲。你看12星座里面其实没有山羊座啊，那都是叫摩羯座，但不知道真美老师为什么当年想的是给一个山羊座啊。然后摩羯呢其实是山羊的一个头。然后加上鱼的尾巴的一个东西哈，在现实中其实并没有的，这是所以有点不一样。他可能真美老师呢，只是单纯的以了一个山羊的头作为一个原型，所以说把圣斗士呢做成一个山羊座哈，所以它不叫摩羯座修罗，它叫山羊座修罗，不一样的啊。然后他这个人物呢。算是比较特别吧，它在动画和漫画上面其实有一点人设上的出入的啊。怎么说呢？首先它是先讲动画哈，动画版里面呢，它是被誉为对女神最忠心的一个圣斗士，所以被赋予了圣剑，这在动画版里面讲的啊。然后这个剧情呢，在漫画版里面是没有的。漫画版的修罗呢，和双鱼座的阿波罗狄啊，还有巨蟹座啊，他们是一类的那种，都是信奉以力量来征服，力量就是正义的那种人。在漫画版有提到哦，这不是我瞎吹的啊，大家不信的话可以去看看漫画，漫画版上真的有让人讲过。然后当年呢，他也是信奉双子教皇，所以他才去追杀艾俄罗斯他们的话。这个是漫画的设定，所以它和动画版是真的出入挺大的。一个被封誉为最忠心的圣斗士，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一个叛徒了，去追杀雅典娜的一个圣斗士了。所以在这点上，哎呀，他这个人物有点设计上呢有点怪怪的啊。给大家讲一下他这个裙甲啊，大家可以看看，他裙甲这里有个小扣。你要把它合起来的话，一定要让这个裙甲上面这个小缝呢对准这个滑扣给它滑进去啊，不然它没有办法并拢的，就像这样啊。我们刚刚讲到什么地方了？然后对了，圣剑的问题，在动画版呢它是被赋予圣剑，所以它的招式名字呢叫做圣剑啊。可是漫画版呢，只是因为它呢将自己的拳和脚
已经修炼到了极致，这种锋利程度啊，仿佛一把钢剑，所以他给自己的招式取名叫做圣剑啊，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大家不要误会了，他呢并不是一开始并不是忠于雅典娜的一位圣斗士，正美老师笔下他就是和阿波罗狄他们一样，只是一位叛徒。这一开始的叛徒啊，但后面还是洗心革面，还是跟着雅典娜混了啊。这个拼装呢还是非常舒服，非常手感非常好。饱和度、这种组合度啊，还有这种紧实程度，我觉得都还是很不错，很棒啊！毕竟还是万代。好，我把这只手再组装起来。然后修罗的圣衣呢，并没有这么华丽啊，看上去刻画线条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和神圣衣上面也是一样啊。它神圣衣其实也并不是很华丽，像其他那些黄金圣斗士。圣衣上各种角啊、棱角啊这种，把它的圣衣形态刻画的非常的帅气。我们修罗就很普通啊，很朴实。我先给它装上这种肩甲吧，肩角，这是漫画版的修罗，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回头我们再给它拆下来，换成动画版，给大家展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让大家来评比一下，看看哪种形态大家会比较喜欢。然后再把他的头发前额拆掉，换上他们的带发冠的前额，最后再把面罩给插进去，然后简单的做一下部位的一些调整。好了，我们的三羊座修罗就组装完成啦。好了，这就是我们漫画版的三羊座修罗穿上圣衣之后的一个展示啊。这个带角的肩甲呢，给整体这个比较朴实的山羊座黄金圣衣呢，加上了一点点的锋芒啊，让看上去呢更加的霸气啊。好，我们修罗换上了动画版的头盔和肩甲之后呢，大家觉得怎么样了呢？然后这个头盔呢，只需要把头发全部拆掉啊，只留下这个后面这一小撮的后发就可以了，头盔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啊，很简单的。然后我觉得这款动画版的这个头盔和肩甲呢，会显得我们修罗啊，感觉好像更正义一点啊。刚刚那套穿着感觉更加的邪恶一些啊，我还是比较喜欢动画版这个样子吧啊，不知道大家怎么觉得呢？きらめく星座がお前を呼んでる、それは選ばれた天使の証、ギリシャ神話のように眩しいクロスは通って好了，我们今天这期山羊座的修罗呢，基本展示就到这里了啊。这是我简单的配了一个小场景给它摆了一个造型。一会儿放上我的大场景的时候呢，我可能要重新再调整一下姿势，所以说大家可以等一等看看啊。然后我们总结一下这次的重生山羊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然后给的新的漫画肩甲和头饰呢，还是很不错的。但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动画版哈，毕竟我刚接触圣斗士呢是从动画开始接触的，所以我第一印象还是喜欢这一款。然后呢，就是它的新的手型还有新的这些东西呢，算是一点万代加了一点新鲜感吧，给它摆造型什么的有点新鲜感，不要这么多审美疲劳，我觉得。好，我们现在来调整调整，把它放上场景看一看。好，我刚刚简单的调试了一下姿势哈，现在我们把它往我们的场景上来摆放，看看
放在这个位置行不行？哎，挺好。可能会要不要舍弃一下披风哈，我在想，但没有披风感觉帅气的程度又不够，所以先这样子吧。一会儿我再研究研究，也不知道大家对我这种手残摆出来的造型满不满意啊？再给大家看看啊，这就是我现在的一个12宫的一个小场景啊，与我们青铜小强的对峙场景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了啊，就还差后面的几款黄金圣斗士，真是太期待了。好，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我频道的朋友们不妨点个订阅啊，谢谢大家，我是邪哥，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